嗨，大家好！在介绍了歼20、运20之后，中国空军20家族的轰20一直都让军迷们翘首以盼，但时至今日依然未能揭开神秘的面纱。那么，中国研发新一代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到了什么阶段？该机性能又如何？是不是会跟美国的 B2轰炸机类似？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是网上流传的轰20的猜想图，看得出来是模仿了美国的 B2隐形战略轰炸机。从技术角度上讲，这些似乎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可以实现的。之前介绍过的运20的服役和 C919的首飞成功，表明我国已经基本掌握了大飞机的结构设计和空气动力学特征。歼20的服役使得中国也完全掌握了隐身气动外形和隐身材料的技术，而美国的隐形飞机 B2和隐形无人机 X-47B 所独特拥有的背腹式锯齿形并列双发大 S1 进气道这个关键技术，也在2015年时被中航飞机研发中心所攻破。所以种种迹象似乎都表明，中国正在研制一款与美国的 B2类似的远程战略隐形轰炸机。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那在了解我们中国空军到底需要什么样子的一架轰炸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战略轰炸机。在1982年的马岛海战中，为英国立下赫赫战功的火神轰炸机，于1991年宣布退役后，标志着全球拥有战略轰炸机的玩家只剩下美俄两个超级军事大国。而中国研发的轰20意味着中国也即将开始跻身战略轰炸机俱乐部的核心大国圈，真正向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迈出最坚实的一步。何为三位一体呢？就是通过空机即战略轰炸机，海基就是战略导弹核潜艇，陆基即洲际弹道导弹，陆海空同时对敌国进行的战略核威慑力量。目前具备该力量的国家只有美国和俄罗斯两国。而对于中国而言，陆基和海基大家想必已经知道中国已然实现。而对于空机而言，中国目前唯一的大型轰炸机轰6系列，最新的是轰6N，去年国庆阅兵的时候也出来秀了一把，但它只能算作中程轰炸机，不是战略轰炸机。虽然可携带核武器，并对第一岛链有一定的威慑力量，但与美俄最先进的轰炸机仍有不小的差距。所以，中国对轰20的研制将会有效弥补这一短板，真正进入三位一体的核武大国俱乐部。那么，美俄两国现役都有哪些战略轰炸机大杀器呢？其实非常的好记，分别是3个 B 和3个图。先来介绍一下美国的3B 首先是 B52，1955年服役，最大起飞重量220吨，速度是0.81马赫。我们知道马赫是与音速的比值，所以 B52无法超音速飞行。最大航程16000公里，载弹量30吨，一共生产了744架，剩余75架还在服役，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服役时间最长的一款战略轰炸机。第二个就是 B1B，1985年服役，起飞重量是216吨，速度最高可达1.25马赫，也是美国3B 当中唯一能够超音速飞行的战略轰炸机。最高航程是12000公里，载弹量34吨，并可外挂26吨。第三个是最新也最具科幻感的，就是 B2轰炸机了。1997年服役，最大起飞重量是170吨，最大速度却仅为0.95马赫，无法超音速。最大航程是11000公里，载弹量22吨，3款中最小。但其最大的特色就是隐身性能。从1997年服役到今天，美国的 B2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隐形轰炸机。B2看起来非常的科幻，不仅没有方向舵，也没有垂尾，就像一只巨大的蝙蝠一样。B2总共只生产了21架，而单架的成本就高达24亿美金。所以其他国家很难有实力研制出超过 B2的轰炸机，也只有未来中国的轰20可能与之比拟。这也让很多军迷对轰20有了更多的期待。中国人对于 B2之所以印象深刻，除了其科幻般的外形以外，另一个就是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罪魁祸首，正是这个 B2隐形轰炸机。好，对于这款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轰炸机的优缺点，我们稍后再说。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俄罗斯现役的3图。首先就是图95，1956年服役，最大起飞重量188吨，速度每小时925公里，无法超音速飞行，载弹量为25吨，航程超过了16000公里，
北约代号为熊。其次就是图 22MS，1962 年服役，最大起飞重量是92吨，速度达到 1.42 马赫，可以超音速，载弹量是25吨，航程为4900公里，北约代号逆火。三图当中最后一个也是最牛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最重、速度也最快的战略轰炸机图160，1987年服役，最大起飞重量高达275吨。如此巨大的身躯，如果你认为它会很笨重，那你就错了。它的最大突防速度可以达到 2.35 马克，甚至超过了一般的超音速战斗机，碾压以上提到的5种，为世界轰炸机之最。这也是图160最大的优势。它的航程超过12000公里，载弹量高达45吨，而且从它的外形看来，修长的机身搭配巨幅的臂展，图160真可谓力与美的杰作。但北约给了它一个不太相称的代号，竟然叫做海盗旗，英文为 Blackjack， 这简直是对一身白色的图160的侮辱。所以它也有一个更为大家熟知的外号白天鹅。中国当然也很中意这只白天鹅。我们都知道，中国曾经向苏联购买过轰炸机图16，而后仿制为轰6，并不断魔改了 N 种版本。但无论怎样魔改，它也只是一款中型轰炸机。而对于战略轰炸机这种大杀器，当时的苏联只肯卖图22。对于图160这只白天鹅，那时候的苏联人打死也不卖。然后苏联解体，乌克兰分到了多达19架的图160。而这批白天鹅是不是像瓦连科号航空母舰一样，给了中国再次购入的机会呢？并没有。其实中国与乌克兰政府已经谈好了购买价格，但最后是美国和俄罗斯联手阻止卖给中国，硬生生搅黄了。俄罗斯采取的方法是逼迫乌克兰用飞机抵消欠下的油气债，所以这19架中8架给到了俄罗斯还债。而美国呢，又发挥了其最擅长的话术，忽悠乌克兰自行销毁，而乌克兰竟然就信了。最终美国只花了1500万美金，就让乌克兰把剩余的11架销毁了10架，剩下的1架放在博物馆当成了摆设。非但如此，与图160一同被销毁的还有27架图95和30架图 22M3。要知道，这些被拆毁的轰炸机如果保留并出售的话，可为当时一贫如洗的乌克兰换来数十亿美元的外汇。即使不全部卖掉，而保留1到2架图160，也不会有现在乌克兰政府对其东部一点办法都没有的窘境。看来战略轰炸机这种东西，也只有具备大战略的国家才配拥有。像乌克兰这样如此容易被忽悠的小国，恐怕更多的人还在为其可以选出一个喜剧演员做总统而津津乐道吧。好，说完了以上美国和俄罗斯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到底需要怎样的轰20吧。刚才提到了这个世界最先进也是唯一的隐形轰炸机 B2， 其科幻外形一直都受到所有人的追捧，所以网上几乎所有军迷对于轰20的遐想图都以 B2 作为模板。但它的劣势其实也非常明显， B2 为了隐身目的，只能在内置弹舱挂在中等尺寸的重力炸弹或者短距巡航导弹，无法挂在防区外巡航导弹甚至弹道导弹。所以 B2 唯一的优势就是隐身突防到距离目标几十公里的防区内进行投弹。这种突防能力炸一炸中东如 ISIS 的小毛贼或者阿富汗的帐篷或许有用，但真正遇到如中俄这种防空体系规模的对手，难道真的要让这么贵的战略轰炸机勇闯火线吗？最重要的是，即使你的隐身性能天下无双，躲得过海基、陆基各种盾的各个波段的相控阵雷达的照射，顺利抵达目标完成投弹，但投弹后即暴露目标给敌方，以 B2 无法超音速的特性，是无论如何无法在敌领空逃离对方战斗机的猎杀的。都用不到5代机，目前的4代机都具备超音速的极速，也就是可以轻松追上 B2 并将其击落。所以怎么看 B2 都像是具有神风特工队性质的一次性自杀性轰炸机。对于这么贵的东西值得吗？当然不。所以 B2 在只生产了21架后就停产了，美其名曰造价太高，但真正的原因其实是 B2 已不再适合当今世界的战略格局。B2 虽然服役于1997年，但早在1981年就开始研制了。
那时候的美国可不知道10年之后他的对手苏联会土崩瓦解，所以 B2 说白了还是冷战时期的产物，战场在中欧。那个年代对于战略轰炸机的思维还是强调纵深能力，就是突破防空体系到对方本土丢炸弹，而 B2 靠的就是独步全球的隐身技能来实现这一点。而苏联的思路则完全不同，他们靠的正是 B2 所牺牲掉的速度。图160的速度独步天下，开加力后最大速度可达 2.35 马克。隐身并不是它的目的，所以它的设计思路并不像 B2 那样是偷偷溜到人家领空去扔炸弹，而是打完了就跑，即造势可逃逸。它不像 B2 那样为了隐身要内置弹仓，所以其巨大的机身具备了可挂载防区外远程巡航导弹甚至空基弹道导弹的能力，所以在自己的本土附近就可以投弹。而其优秀的肇事逃逸速度，当年冷战时期普通4代战斗机还真的不好追，即便追得上，也会被苏联境内的防空系统和战斗机所击落。放在当今世界，也只有 F-22和歼20这种隐身的5代机有能力将其在俄罗斯境内猎杀。F-35的单发设计使其最大速度只有可怜的 1.6 马赫，还真的追不上白天鹅。所以图160的设计是针对距离苏联本土很近的欧洲国家，而并不是去遥远的美国本土扔炸弹的。去了你还回得来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被图160经常在美国本土海岸线巡航的行为给骗了，它的作用并不是要去美国扔炸弹，秀秀肌肉罢了。好，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的轰20到底要怎样设计？它又是针对谁的呢？是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还是某岛呢？显然只有一个，就是美国。美国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如果对手是美国，那么主要战场势必发生在西太平洋。我在之前介绍世界先进5代机的时候讲过，同样为冷战而生的 F-22，由于其航程问题，在西太平洋作战毫无用武之地，这也是它在只造了195架后便停产的终极原因。所以在未来的西太战场，轰20所面对的唯一对手就是可以隐身的 F-35。加力后要超过肥电的极速 1.6 马克将是硬指标，而对于其他可超音速的4代战机，即便能追上轰20，由于无法隐身，西太平洋上漂浮的如055一样的盾舰或者歼20等战斗机即可将其击落。其次就是弹药的挂载能力，去年的阅兵我们可以看到，轰6系列从 K 升级到了最新的 N， 除了加入空中受油管之外，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它的机腹下方腾出了更多的空间，用于挂载更大型的导弹。换句话说，具备了挂载防区外的远程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能力。所以轰6N 对于突破第一岛链来说已够用，而对于轰20的定位，势必是要其突破第2岛链来量身设计的。广阔的太平洋和夏威夷将是它的目标。所以轰20也是要同时具备航程和挂载防区外远程导弹的能力。航程的不足可由加油机弥补，挂弹能力就变得极为重要，这也是 B2 所欠缺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防区外投弹并安全返回，去对方的本土投弹毫无意义。轰20的设计不是为了有去无回的一次性投放，对手又不是毫无还手之力的小国。最后就是隐身性。歼20战斗机的成功，使中国掌握了隐身气动外形和隐身材料的技术，使得中国完全有可能成为第2个研制出隐形轰炸机的国家，成为无数军迷和非军迷对于轰20的共同期待。网上各种流传的军迷所猜想的 CG 图，似乎也预示着轰20将采用如 B2 一样科幻般的飞翼式布局，隐身性将成为其不二的选择。我当然也希望中国可以拥有一款隐身战略轰炸机，但它不能以牺牲上面提到的几个指标为代价，否则 copy 一个 B2 毫无意义，因为战场变了，对手也变了。对于在西太平洋作战， B2 作为冷战思维下的产物，并不适合今天的中国。如何才能保证隐身的前提下可以达到超音速或者超过猎杀者 F-35的速度，是轰20考虑的第一个关键因素。至于是不是飞翼并不重要，因为 B2 的飞翼设计也是以牺牲速度为代价，
而且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轰20就是采用飞翼布局，网上那些图都是网友在YY而已。另外一个难点就是，如果轰20要挂在防区外远程导弹，为了隐身就要内置。轰炸机绝不是一次性自杀性武器，而它的核心战斗力也取决于其所挂载的武器。如果不能挂载远程巡航导弹或弹道导弹，就无法实现防区外投弹攻击，它的生存能力将大打折扣。所以轰20最后将如何取舍，如何设计，最终将何时以何种面貌展现在大家的面前，我并不比各位了解的更多。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最理想的轰20，但可以肯定的是，轰20并不会山寨 B2 或者图160，而是利用后发优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具备图160的高速优势，加力后可超过 F-35，达到或接近 B2 的隐身性能，并且具备轰6N 已经实现的投送空基弹道导弹和远程巡航导弹的能力，并搭配中国更为先进的航电系统，这才是最适合的轰20。关于轰20的话题不会就这么结束，随着它后续的亮相，我们再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吧。对于中国空军的20家族，我们已经介绍了歼20、约20和轰20，那么接下来又是谁将会登场呢？我们下期视频再来揭晓吧。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要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